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志林，在网络安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整整20年。今天在咱们健康之道这个平台，心里头真是百感交集，既觉得特别亲切，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我要跟大家聊的是眼下正在疯狂作案，专门盯着咱们老百姓存款下手的最新 ATM 盗窃骗局。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声的盗窃。可能你觉得去 ATM 机取个钱能有多大事，手续都是自己办的，机器也是银行的，安全得很。但我得告诉你，有时候一次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操作，一次你根本没放在心上的插卡输密码，就很可能让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在几分钟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吓唬大家，这是已经发生的，数也数不清的真实悲剧，是很多家庭用眼泪和绝望换来的惨痛教训。你心里肯定在琢磨，现在的骗子到底用了什么不得了的高科技，怎么就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们用的那套家伙事儿，成本连100块钱都不到，主要就2样东西，一个是用 3D 打印机做出来的，跟真的一模一样的假银行卡槽，再加上一个比圆珠、比尖耳还要小的针孔摄像头。你可别小看这2样小东西，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装在 ATM 机上，那就成了一台专门吞噬存款的盗刷机器。你的卡只要往里一插，卡里所有的信息瞬间就被复制走了。你站在机器前，专心致志地按密码，每一个按键的动作都被那个隐藏的小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录得明明白白。而最可怕的是，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你作为取钱的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整个取钱过程风平浪静，跟你以往任何一次都没区别。直到1-2天后，你发现卡里的钱不翼而飞了，那个时候你在捶胸顿足，后悔莫及，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种骗局最核心的一个道具是一种叫做针孔测录装置的塑料片，看上去普普通通，甚至故意做的有点旧，有点磨损，跟 ATM 机原本的部件混在一起，根本不起眼。可它的工作原理却简单的让人后背发凉。为了让咱们大家能真真切切的认识到它的危害，我待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个我最近了解到的非常典型的真实案例。那么这些可怕的装置通常会被藏在哪儿呢？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去识别它们？怎么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密码呢？大家先别着急，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骗局从里到外一层一层的拆解给大家看，并且会附上一份实实在在学了就能用的防骗实战手册。这关系到咱们每个家庭的财产安全，请大家一定耐着性子认真听我说完。我先来讲讲这位事主，我们暂且叫他老陈吧。老陈今年65岁了，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一辈子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为人特别老实本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攒下的那点养老钱守好了，一部分留着将来年纪大了看病应急用，另一部分是想给女儿将来置办嫁妆，尽一份做父亲的心意。前阵子因为家里有点事，急需用一笔现金，老陈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他家小区门口那个户外银行的24小时自助服务点去取钱。从走过去、插卡、输密码、取钱、拔卡、拿回值，整个过程平平淡淡，跟他过去几十年的感觉没有任何不同。他压根就没觉察出有一丝一毫不对劲的地方。可是就在3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没有任何预兆的就砸到了老陈一家的头上。那天早上，老陈想用手机银行给一个亲戚转笔钱，可当他登录进手机银行 APP， 看到账户余额显示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就像被一道晴天霹雳给击中了一样，直接僵在了手机屏幕前，一动都不能动。那个存了他一辈子心血，承载着全家未来希望，他清清楚楚记得应该有80多万的账户，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个让他瞬间心如刀绞的数字，132块8毛。老陈当时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嗡嗡作响，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手机卡了，或者系统出错了，于是就不信邪的一遍又一遍刷新 APP， 反反复复的核对交易明细记录。可是那记录白纸黑字显示的清清楚楚，就在他去取完钱的第2天凌晨，从深夜1点到凌晨4点，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他的账户发生了密密麻麻10几笔交易，
有的是转账，有的是取现。这些交易发生的地点简直是天南海北，有的就在本地，有的在几百公里外的邻省，甚至还有一笔记录显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某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就这么3个小时，这笔承载着老陈全家希望和安稳晚年的毕生积蓄，就像被一群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的迅速而又彻底的被掏得干干净净，1分钱都没给他剩下。老陈一家人当时就吓傻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哭天抢地的跑到派出所报了案。警方接到报案后非常重视，立刻就展开了调查，调取了银行所有的后台流水数据和相关时间段的监控录像。最后的调查真相让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察同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问题的根源就出在3天前老陈使用过的那台看起来很正常的户外 ATM 机上。警察在现场仔细勘查后发现，那台 ATM 机已经被犯罪分子用2种极其隐蔽、极其狡猾的手法动了手脚。这第一种就是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银行卡槽。骗子利用现在很普及的 3D 打印技术，仿造了一个和 ATM 机原装插卡口外观一模一样的外壳，无论是颜色、材质，还是那种长期使用才会形成的细微磨损和划痕，他们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肉眼很难分辨。他们趁着深夜无人注意的时候，用特制的强力胶水把这个假卡槽像一个大号的盖子一样严丝合缝地套在了真正的插卡口外面。当老陈把银行卡往里插的时候，他的卡首先要穿过这个假的卡槽。就在银行卡穿过假卡槽内部的那一刹那，藏在假卡槽里面的一个比小指甲盖还要小的微型磁条读取器，已经在电光火石之间把老陈银行卡磁条里所有的信息完完整整一点不落地复制了下来。警察后来给老陈解释的时候说，这个读取和复制的过程快到你无法想象，可能也就2-3秒钟，你的手在插卡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甚至觉得一切正常的时候，你的银行卡信息就已经在后台被人家成功克隆了。听到这里，你肯定会立刻想到一个问题，就算卡的信息被复制了，但他们不知道我的密码，不也照样取不出钱吗？你这个疑问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正是这个完整骗局最阴险、最狡猾的第2步。这些犯罪团伙，他们可不光是在卡槽上做文章，还会在 ATM 机的其他关键位置安装一个肉眼极难发现的微型针孔摄像头。这个摄像头能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镜头可能就只有1粒大米那么大，或者伪装成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那它能被藏在哪里呢？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可能就藏在密码键盘的正上方，伪装成一块多出来的毫不起眼的塑料挡板，可能藏在一个看起来是银行用来放宣传单，但里面角落却是空着的透明塑料盒的夹层里，可能就在 ATM 机屏幕边框上一个你根本不会注意的装饰条缝隙中。甚至骗子会把摄像头伪装成一颗最普通的螺丝钉，安装在 ATM 机旁边的墙壁上，或者天花板装饰板的缝隙里，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死死地盯住你的键盘区域。当你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提示，伸出手指去按密码的时候，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屏幕上，根本不会想到头顶或者旁边还有一双眼睛，而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小眼睛已经把你手指的每一次起落，按的是哪个数字键，都清清楚楚毫无遗漏地记录了下来。现在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完整骗局的链条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的。第1步，用假卡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你的银行卡信息。第2步，用隐形摄像头悄无声息地偷窥到你的取款密码。当卡信息和密码这2样东西一结合，骗子就等于拿到了开启你家银行保险柜的万能钥匙。他们利用专业的制卡设备，几分钟就能造出一张和你的银行卡功能完全一样的克隆卡，然后犯罪团伙的成员们就会拿着这张假卡和你的密码，像蝗虫一样分散到全国各地的 ATM 机上，争分夺秒的用最快速度把你账户里的钱一笔一笔的取光转走。这个过程他们称之为洗料。等到你1-2天后反应过来，察觉账户不对劲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你的钱早已通过他们设计好的复杂通道，经过了层层转账，流向了无数个难以追查的下游账户，最终石沉大海，追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老陈一辈子的积蓄，就是因为那一次2分钟看似平常无比的取钱操作，彻底化为了乌有，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悔恨和一个冰冷的教训。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会猛地一沉，甚至感到一阵后怕和恐慌，会忍不住想，我的天，这么可怕，那以后 ATM 机是不是都不能用了？出门都得带现金，大家先别自己吓自己。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骗子的手段虽然层出不穷，不断翻新，但俗话说得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咱们自己多长个心眼，脑子里绷紧一根弦，学会几招简单又管用的识别方法，就完全能让他们的所有伪装都无所遁形。这些装置伪装的再好，它也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假的，不是机器原装的一部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大胆检查，就一定能发现他们的破绽。接下来，我就把这套实用的防身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咱们健康之道的每一位朋友。我真心希望大家不仅自己要学会记牢，更一定要转告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那些对电子设备不太熟悉，平时又经常自己去取钱的父母长辈们。你今天花几分钟时间的一个分享，一次耐心的讲解，很可能在未来就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稳，这份功德可太大了。首先，这第一招叫做动手检查，关键时刻你得相信自己的手感。在你把银行卡插进去之前，请先别急着操作，用你的手指捏住 ATM 机那个插卡口的边缘，稍微用点力气，左右摇晃几下，再上下搬动试试。正规银行的 ATM 机，它的插卡口是与机器前面板一体成型的，焊接或者镶嵌的非常牢固，可以说是纹丝不动。而被动的手脚套上去的假卡槽，通常只是用胶水粘在外面的，你摇晃的时候很容易就感到有些松动，或者能看到卡槽边缘与机器面板之间有不自然的缝隙，甚至能看到一点点残留的胶水痕迹。一旦你感觉有任何不对劲，哪怕只是一点点松动，也请立即停止操作，马上换一台机器取钱，并且最好能当场拨打 ATM 机屏幕上显示的银行官方客服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银行。你这个电话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后来可能要用这台机器的人，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除了插卡口，键盘区域也需要你用手仔细检查一下。有些骗子技术更进一步，他们不是在旁边装摄像头，而是直接在原装的键盘上再覆盖一层薄薄的假键盘皮，这层假键盘皮里面就藏着能记录你按键信息的芯片。分辨的方法也很简单，用你的指甲轻轻抠一下键盘的边角，感受一下是否有分层，是否有接缝，然后再随便按几个数字键，体验一下手感。真键盘按下去手感比较清脆，回弹也很有力。而加了夹层的假键盘，因为中间多了一层东西，按下去往往会感觉软绵绵的，回弹很慢，感觉有点肉。如果你按下去的手感不对劲，也请立刻警惕起来。这第二招叫做用眼扫一扫，就是要像侦探观察现场一样，仔细扫视整个 ATM 机环境，在操作前花上宝贵的10秒钟时间，快速而仔细地扫视一遍整个 ATM 机，重点寻找那些不该出现的东西，主要看3个地方。第一，看机器本身，屏幕上方或两侧是不是有多出来的塑料条，奇怪的凸起，机器侧面是不是挂了不该有的广告架或者塑料盒子。第二，重点看键盘正对的区域，比如键盘上方的面板、灯罩附近有没有可疑的小孔或者不该有的小黑点。你要知道，针孔镜头总要透光才能拍到东西，很难做到完全隐形，仔细看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第三，看看周围环境，你头顶的天花板或者旁边的墙壁上有没有看起来特别突兀的螺丝钉，或者位置装得很别扭的所谓烟雾报警器。养成取钱前先扫视一圈的好习惯，能帮你避开90%以上的陷阱。这10秒钟的投资性价比太高了。不过，即便我们做好了检查，万一骗子的技术特别高明，装置伪装的特别好，我们一时没能识破，那该怎么办呢？请大家一定牢记下面这2条行为铁律，它们是保护你资金安全的最后也是最坚固的2道防线。第一条铁律，输入密码时必须用另一只手严严实实的遮挡，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你旁边有没有人，哪怕你觉得周围空无一人，非常安全，也请你务必养成这个条件反射般的习惯，用另一只手
或者随手拿起的钱包、书本、手机等物品，从键盘的上方和侧面完全的覆盖住你正在按密码的输入区域。这个简单的动作是防御偷窥摄像头的必杀技，即使真的有隐藏的摄像头，只要你的遮挡做得足够严密，它最多只能拍到你的手背或者遮挡物的底部，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具体按的是哪几个数字键。这样一来，骗子就算成功复制了你的卡，没有密码，他们也动不了你资金的一分一毫。请你一定要将遮挡密码这个动作变成像系安全带、过马路看红绿灯一样，成为一种不容省略、不容置疑的规定动作，形成肌肉记忆。第二条铁律，只要条件允许，请优先选择最安全的 ATM 机环境。一般来说，那些设在户外、无人看管、光线昏暗的独立 ATM 机是最容易被犯罪分子动手脚的。所以，只要你不是特别紧急，请尽量使用银行营业厅里面的 ATM 机，并且最好选在银行的营业时间段内去操作，因为营业厅里面有保安，有全方位的监控摄像头，有银行工作人员的日常巡视和维护，骗子很难找到机会下手，就算下了手也容易被发现。如果你实在不得不在户外使用 ATM 机，那么请尽量选择人流量比较大、灯光比较明亮、四周视野开阔的地点，坚决避免去那些偏僻的、昏暗的、周边环境复杂的自助银行。为了安全，多走几步路，多花几分钟寻找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跟你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相比，这点谨慎和麻烦实在是太值得了。尽管我们已经想尽办法防范，但生活中总可能有万一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不幸真的遭遇了盗刷，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严格的按照下面这个救命三部曲来行动，顺序非常重要，一步都不能错。第一步，立即打电话给银行冻结账户。一旦你发现账户有异常，比如收到了不明交易的短信提醒，或者登录手机银行看到余额不对，有多笔陌生的交易记录，你的第一反应必须是立刻马上找到你银行卡背面的官方客服电话，打过去，紧急要求挂失你的银行卡，冻结你的账户。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切断骗子继续从你账户里盗取资金的通道，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千万不要犹豫，也不要先去银行网点或者跑去公安局，因为电话挂失是最快的途径，每1秒钟的延迟都可能意味着又有一笔钱被转走了。第二步，确认账户冻结后，尽快带上证件去派出所报案，给你的银行打完电话，确认账户已经成功冻结。骗子无法在操作之后，请你尽快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和涉事的银行卡，到离你最近的派出所去正式报案。要向警察同志详细说明你发现异常的时间，你看到的异常交易记录，以及你最后一次正常使用这张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报案后，务必向警方索取报案回执或者立案通知书，这是证明你遭遇盗刷并已进入法律程序的重要凭证。第三步，拿着警方的报案凭证回到银行处理后续事宜，带着派出所给你的报案证明，到你银行卡所属银行的任意一个营业网点柜台，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填写相关的争议款项申诉表。银行会根据你提供的警方证明和他们的内部调查，启动相应的审查和流程。虽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追回全部被盗资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完整的遵循1停卡、2报案、3找银行这个正确顺序，是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大限度争取挽回损失的最正确、最有效的途径。今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重点讲解了 ATM 机侧录装置这个具体的骗局，但其实大家要知道，这只是当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中的冰山一角。如今的骗子早已变得无孔不入，他们不仅会在线下的实体设备上动手脚，更会利用网络和电话对我们进行远程的、精准的1对1的诈骗。这种诈骗的覆盖面更广，危害也可能更大。现在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朋友们也都会非常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了。平时上网、看看新闻，用微信和子女朋友聊聊天，发朋友圈，拍短视频，这本来是科技带来的大好事，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跟上了时代。但与此同时，
这也给了那些躲在网络背后的骗子们新的可乘之机。他们专门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和生活习惯，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圈套。你可能也收到过类似的诈骗短信，比如说你的银行账户因为什么安全问题被临时冻结了，请你务必立即点击短信里附带的那个链接，输入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进行所谓的身份验证。或者说你的某个网购订单出了问题，被错误地设置成了代理商、批发商身份，每个月会自动从你的账户里扣款，需要你按照他提供的电话指示去 ATM 机上进行一通复杂的取消操作。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些全部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他们会精心制作一个和真正的银行官网、网购平台官网长得一模一样的钓鱼网站。你一旦不小心点了那个链接进去，并且输入了你的账号和密码，你的这些敏感信息在瞬间就会被骗子盗走，而让你去 ATM 机上按照他们的指示操作，那根本不是在取消什么业务，实际上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引导你，亲手把你账户里的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里。他们经常用的借口就是验证资金、资金归集、升级保护等等，还有那种更加常见也更具威胁性的，就是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打来的诈骗电话。对方通常会用一种极其严厉，甚至带着恐吓和威胁的语气对你说，你名下的某张银行卡涉及了一起重大的洗钱案件或者非法集资案，现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要求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必须立刻把你自己名下所有的存款都转移到一个他们指定的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里，接受他们的资金审查和监管，还吓唬你说如果不照做，马上就会有警察上门来抓人。这些骗术的花招虽然千变万化，穿上了各种各样的马甲，但如果我们剥开那些吓人的外壳，看看他们的核心套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先通过恐吓、威胁、制造紧急情况，说你摊上大事了等方式，把你彻底吓住，让你心慌意乱，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只剩下恐惧和服从。第二步，就是充分利用你的这种慌乱心理，顺势诱导你交出最关键的东西，你的银行卡密码、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或者直接诱导你去银行进行转账操作。一旦你把密码、验证码给了对方，或者完成了转账，你的钱就再也回不来了。在此，我送给大家一条应对所有网络和电话诈骗的终极原则，请大家务必刻在脑子里。凡是主动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微信联系你，无论对方的理由听起来多么动听或者多么吓人，只要他最终的目的是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或者要求你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 99.9% 都是骗子。无论对方自称的身份听起来多么权威，比如他说自己是公安局的某队长、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是银行的经理，也无论他描述的情况听起来多么紧急、多么严重，说你卷入了什么天大的案子，你都绝对不要轻信。这是你需要树立的一个基本观念。真正的警察、检察官绝不会仅仅通过一个电话来办案，更不可能要求你将个人财产转移到任何所谓的安全账户。真正的银行也绝不会通过一条短信、发个链接过来就让你输入网银的账号密码。一旦你接到那种让你瞬间感到有压力、有心慌或者疑惑的电话或信息，最安全、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挂断电话，立即删除短信或可疑链接，不要跟他争辩，也不要回拨他提供给你的任何号码，更不要出于好奇去点击任何链接。如果你挂了电话之后，心里确实有点担心，怕万一真的跟自己账户有关怎么办？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你自己主动去查找那个机构的官方客服电话，比如你银行卡背面印的号码，或者你手机里官方 APP、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电话，由你主动打过去核实情况。这一个小小的主动查证的步骤，就能瞬间识破绝大多数骗局，让诈骗分子的所有伎俩都无所遁形。亲爱的朋友们，守护我们的钱袋子，就像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预防永远远胜于补救。一旦出事，损失往往难以挽回，到时候追悔莫及。从今天起，让我们把这些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安全知识真正的牢记于心，并且落实到每一次的取款操作、每一次接听陌生电话的行动中去。
你的每一次谨慎都是在为你和家人的幸福安稳加分。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切实的帮到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下次再见。